中国在近20年来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，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而在这之前就少不了拆迁的必要。许多人通过拆迁完成了阶级跃升，从打零工过苦日子，过上了收租的生活，更有的人从一个闭塞的房子获得了几千万的赔偿，带着普通人一辈子都难以挣到的钱远走他乡，定居海外。但是也有的人不论怎么说都不愿意拆迁，在这其中有贪得无厌的居民，也有实属无奈的建筑。今天让我们看看中国最强钉子户都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。2007年，郑州市高新区东石马村正式决定进行拆迁工程，听闻这一消息的村民纷纷乐开了花，不禁开始幻想如何接受这笔天降之财。但在无数欣喜若狂的村民当中，却有一位名为任金岭的老人蹲坐在门口，眉头紧皱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噩耗，直言自己不会搬走。面对眼前倔强的钉子户，开发商不以为意，还以为是给予的补偿还未达到任金岭的心理预期。毕竟任家祖宅的总面积相对较大，想多要些也属于正常现象。于是将开始承诺的3000万赔偿款慢慢追加到了1亿元，只为老爷子能在同意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但任金岭好像十分不知好歹，看着不断上涨的赔偿金，却没有一丝松口的意思，死活都不同意拆迁一事。拆迁办则全然不在乎任金岭的反对。时间就是金钱，既然眼前的老头油盐不进，那便先开工，再看情况。眼看强拆在即，于是无奈之下，任金岭只能主动联系开发商，向其告知不愿搬离的缘由，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各自想要的结果。在任金岭的解释下，开发商才得知，原来任金岭不愿放弃老宅，还真不是因为贪得无厌，而是多年的大院生活，任金岭早就将老宅当做了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更不必说守护老宅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责任。并且按照国家保护文物的政策来说，老宅已然可以算作是文物类的一种，倘若强行被拆了去，开发商也不免会惹上麻烦。闻即，开发商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思量再三后，决定让专家前来鉴定一番，再做决定。郑州市文物管理局在听闻此消息后，立马派出专家团队前往任家老宅一探究竟。而当众多专家赶到现场时，纷纷被眼前的文物震惊到说不出话来。刚到任宅门口，就被门框上的牌匾来了一个下马威。只见牌匾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：辅翼国政。无论是从材质还是字体来看，都表明了这是一件晚清的物件。而如此不简单的题字，定然有着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，更不必说屋内设计和装潢，看着都十分具有历史气息。除去老宅本身，屋子里还陈列着无数让人眼花缭乱的文物，瓷器、字画，甚至是蟒袍。如此之多的文物，不禁让人们心生好奇，任家究竟是什么来头？而在专家们的不断追问下，任金岭才将古宅的真面目向人们缓缓道来。原来任家老宅早在1775年就开始建造，第一任家主想要建立一处家人的容身之所，但可惜直至离世，这项工程也没有完工。直到最后，任家老宅前前后后共经历了60多年，4代人才将其完工，占地30多亩的大院更是被本地人称作大门楼。于是在专家的职业判断后，一致认为古宅具有巨大的研究意义，不得轻举妄动，并于2009年将任家古宅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开发商见此，也不好再多言其他，只得承诺不再对任家进行骚扰。而有了文物局的鉴定和开发商的保证，任金岭也逐渐放下心来。最后，任老爷子决定将任家所有的文物上交国家，并向郑州文物局申请将老宅改造成博物馆。2017年，任金岭的申请正式通过，任家大院改名为郑州天祥博物馆，任老爷子则是化身成为博物馆的馆长。现在，任家老宅与博物馆合二为一，在保留宅子原本风貌的前提下，前院被划为博物馆，后院则还是任家人的私人居住区。前院作为博物馆，能看到任家的祖祖辈辈的历史，后院则是当今的生活。大家去过深圳北站吗？其实繁华的深圳北站
还有一个钉子户的故事。和上个故事不一样，这个故事则充满了商人的算计。1993年，深圳龙华镇明治村委张坑村引进外资，加快开发，在60亩荒地和山地上开发建设。这里成了原来的村民还有深圳华侨、港澳同胞私人建房的集中地区。张坑华侨新村一名由此而来。那时候杨女士正在做生意，自己东奔西跑的，见识多，心思就多，有着生意人的精明和敏锐。开发的当年，她就用1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120平的土地。2010年，杨女士的预言真的实现了，这里被纳入深圳土地整备计划，成为了重点建设区域，拆迁在所难免。在拆迁范围里有9栋烂尾楼，经过谈判，有6栋楼的业主都同意了政府的拆迁工作，接受了政府的赔偿。可是这剩下的3栋楼的业主并不满意政府的赔偿，为了尽快的完成谈判，政府把谈判的任务交给了明治街道。本以为大家都彼此熟悉，谈判会进行的比较顺利，可是自那时起，双方就展开了拉锯战。明治街道坚持不懈，通过各种途径协商征收，但都遭到业主拒绝。就这么一天天的做工作、做调解。到了2017年上半年，有2栋楼的业主同意了拆迁补偿，签订了补偿协议。这块硬骨头终于是有了软化的迹象。可是杨女士并没有被打动，依然坚持自己的诉求，用等面积产权换商品房，不愿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。2017年11月3日，杨女士终于松了口，放弃了以前的诉求，答应了拆迁，签订了补偿协议，最终获得了1.3亿赔偿。至此，这场长达7年的谈判终于是落下了帷幕。这件事，政府和个人其实都没有输赢。这是杨女士在最后签完拆迁补偿协议后发出的一句感慨，但是从表情上看，她显然是带着骄傲的。18万元换来一个1.3亿，正如电影《血观音》里运筹帷幄、精于算计的唐夫人说的那句话一样，1元买进，100元卖出，这样的游戏谁不喜欢？2007年，深圳蔡屋围要建设一栋高400米的金融中心，而蔡朱祥与张连好夫妇2个的房子却妨碍了施工进展。经过双方协商，蔡朱祥与张连好夫妇得到1200万的天价补偿款，一度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房地产新闻。其实，这对夫妇有着非常能说的故事。1972年，蔡朱祥为了家庭生计偷渡到香港，正好赶上香港经济腾飞，又遇上1974年的抵垒政策，便用自己黑着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香港人。1978年，在香港只能从事底层劳动的他，决定偷渡美国。本来是想搭乘途经美国，终点为厄瓜多尔的飞机，打算在美国直接下飞机。然而美国政府早有准备，直接把偷渡客送到了厄瓜多尔。就这样，他与家中仍在等待他的妻子张连好，还有膝下2个孩子，彻底失去了联系。厄瓜多尔又没有多少中国人，万念俱灰的他辗转来到了与香港气候接近的瓜亚基尔，并在这里开了家中国餐馆，彻底扎根。在这里，他甚至又再次结了婚，养育了2个孩子。1988年，距离蔡朱祥离开家乡已经16年，一次偶然机会，他在巴西圣保罗遇到了一位广东华侨。从华侨的口中，他得知中国改革开放，深圳摇身变为经济特区，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再加上大陆政策放松，允许偷渡客回国，蔡朱祥的心一下又活泛起来。1988年9月，蔡朱祥几经辗转，终于回到了蔡屋围村。此时的家乡早已经改天换地。与此同时，10几年未相见，蔡朱祥与张连好显然已经成为了陌生人。虽然是陌生人，但是法律上他们仍是夫妻。于是念及往日的情分，蔡朱祥还是留在了张连好身边。此时的张连好已经通过打拼得到了一块宅基地。出于改善生活的考虑，他们思考再三，决定大手一挥，变身包租公包租婆，过上收租的日子。曾经他们不惜偷渡谋求的美好生活，如今仅靠收租就能成真。如此巨大的反差让蔡朱祥夫妇觉得十分不真实，
他们想从此就这么衣食无忧的生活下去。但是拆迁的通知如晴天霹雳传达了下来。随着拆迁动向的进行，原本蔡朱祥夫妻有所心动，但是在后续具体谈判时，蔡朱祥早年在外打工时取得的香港居民身份却成了绊脚石，因为这个身份，蔡朱祥夫妻不能享受后续分红权。这么一听，夫妻二人变了脸色，过了20多年轻松富裕的包租公生活，眼见着源源不断的生财源头就这么被掐断，他们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。蔡朱祥夫妻心想，既然不能分红，那这套老房的赔偿款一定要能够让他们后半生衣食无忧才行，毕竟由奢入俭难，谁都不想再过回之前的苦日子，有了金钱做绑带，一改往日的客客气气，他们出乎意料地拧成了一股绳。究竟要多少呢？夫妻二人专门打听了周围高楼的房价，几经计算，终于提出要拆可以，但是每平方的价格必须不能低于 1.2 万元。当时深圳的房价基本上不超过万元，而蔡朱祥夫妻的要价高于市场价，经纪公司还要投入成本拆房建房，给他们每平方 1.2 万肯定是赔本的。多次谈判不妥，于是2007年张连好化名阿香婆写了文章《南方第一高楼之争地拆迁令我感到弱势》，发表在奥义网。文中她将自己与丈夫描绘成一辈子只有这么一套房的年迈无助老人，既没文化也没存款，就这样资本家与政府还联手压榨他们，要剥夺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。她甚至还把丈夫的香港居民身份提了出来，对于如何取得闭口不谈，只着重描绘开发商因为他是港民而不给优惠。眼见这舆论风向差不多了，蔡朱祥便开始第二步计划上诉。2007年6月18日，蔡朱祥将深圳市国土局告上法院。蔡朱祥夫妻二人的拆迁款要求本就不合理，在公正的法律面前当然占不上便宜。蔡朱祥的要求被毫无意外地驳回。在如此一番着重渲染后，他们的事情愈演愈烈，终于惊动官方。在2007年8月18日，国土部发布通知，各地皆不允许强制拆迁。既然官方都明令禁止了，蔡朱祥夫妻又如此强硬，开发商经纪公司别无他法，要么不拆，要么乖乖掏钱。这栋6层小楼又处于关键位置，不拆不行。迫于无奈，经纪公司最终还是答应了夫妻二人的要求，在2007年9月22日向蔡国祥支付了1700万元巨额赔款。事情得以终了后，原本将蔡朱祥和张连好紧紧捆在一起的无形的线也消失无踪了。他们本就因16年没见暗生嫌隙，现在二人之间共同的财产也没有了，两个孩子也已长大，再在一起彼此束缚也没有什么必要了。因为这1700万是他们共同得来的，二人便把钱分成4份，两个孩子和他们2亿人1份，就此分开了。这一出下来，只得感叹一句，真是贪得无厌。北顶娘娘庙始建于明宣德年间，后来又经历过2次的重修，但是在民国时期被破坏的严重，最后只剩下了山门殿、二进殿和钟楼。2001年的时候，北京申奥成功，所以就开始着手鸟巢和水立方的建立。但是建立这个就要空出地方，北京寸土寸金，北顶娘娘庙的这片地方就成了拆迁的计划之一。可是就在要拆除的时候，却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。一开始的拆除工作很顺利，工人们知道这是为了奥运做准备，都加把了劲的干。而到了拆除娘娘庙的时候，天却突然慢慢阴下来，这样的场景没什么人注意。但是就在工人拆除了2扇娘娘庙的门时，却突然在附近刮起一阵大风，现场顿时一片尘土飞扬，糊的人根本看不清。而在周边的建筑也都开始遭殃，现场有一些铁架和铁皮围栏在保护着已经完成的工程。但是大风刮完，所有人努力的成果也都不复存在。现场总共有40多名工人都受伤了，被砸的被砸，摔了的大多数都是骨折的程度。而一些杂物因为大风而被挂起来，旁边的车也被砸得不成样子。整个大风持续了整整20分钟，有人用手机录下了现场，发现几乎是龙卷风的程度。为什么好端端的就会在市中央有龙卷风？按理说这里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但是手机里拍摄出来的
又都是真实的情况。大风过后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可是当人们再次回头查看娘娘庙的时候，发现拆下来的2扇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好的被安装在了上面。工人们大多都是农村人，向来是相信神明之说的人，所以在出了这件事以后，说什么也不再干了，甚至连钱都不敢要，赶忙跑路。没有干活的人，工程不可能继续，于是上面只好再加大佣金，这才稍稍凑齐了人。但是在这之后，现场依旧是怪事频出。在恢复工程以后，工人们再次在现场开始施工，而在挖洞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下面有什么东西正在动，这可把工人们吓坏了。他们把表面的土都挖干净以后，发现下面这个洞满满的都是蛇。也是这一情况吓坏了当时很多工人，许多人都不敢动工，甚至提出了辞职。为此有人连忙上报了这一情况，在经过讨论过后，这才决定把鸟巢和水立方在原规划上向旁边移动了100米，这才得以继续施工，而北顶娘娘庙也就彻底保留了下来。2023年8月3日，广州市环岛路海珠涌大桥正式建成通车。大桥东西车道的夹缝中的隐蔽角落，一栋仅约40多平方米的老宅意外走红，每天人流从4面8方而来，为了这场特别的打卡。这户人家一共住着5个人。当媒体来采访时候，他们说我们不是钉子户，网上传的都是假的，他们根本不了解实情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跑来我家指责我。房间里回话的是一名女性，情绪显得十分激动。她称家人曾和项目争拆方就房屋拆迁赔偿安置问题进行过谈判，但在新房房源和房子所处地點等細節上沒有和爭拆方達成意見一致，這才沒有搬離。唔係冇選擇去搬遷，係佢俾個搬遷嘅地方係唔啱我，喺太平間嗰度。咁你會唔會去呢？我住太平間好呢，還是住我呢度好呢？因為前期沒有談攏，後面也沒有人再找我們談，現在卻把我們當釘子戶。回話中，該名女士的語氣顯得十分委屈，多次強調不願多說。你們要來看，我也管不了，我不想房子變成所謂的網紅打卡點，只希望不要來影響我家人的正常生活。而家呢，我就覺得你哋嘅人流嗰種嘅嘈雜聲呢，係比車呢係更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咯。然而，這棟房子至今仍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打卡點，偶爾會有遊客停在這裡，看着被房子一分為二的馬路，唏噓不已。在上海松江九亭滬亭北路的馬路中央，屹立着一座3層高的小樓，仿佛是堅毅的守望者。2003年，政府決定對滬亭北路進行統一拆遷，以開闢更為暢通的街道。而作為補償，每位居民都將獲得豐厚的補償金。一場自公共利益與個人權益之間的博弈即將展開。這時，張興國的名字出現在故事中，他也是這棟小樓的主人，也面臨着拆遷的命運。拆遷意味着他可以獲得4套房產和270萬元的補償款，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可觀的財富。然而，面對這樣的財富，張興國不為所動。為什麼呢？這就要從更久的1996年說起。當時的張興國由於做生意賺到了一些錢，便想着把自己家的平房好好翻新一下，這樣自己和老伴兒也能住得舒服一些，再加上女兒和兒子都結婚了，還沒有房子，倒不如趁這個機會一個大家子人住在一起。於是在簡短的商量過後，3家人決定一起出錢將房子好好改造一番，所以就將原本只有2層的房子加蓋了1層，總共是3層。隨後為了房子的面積可以更大，就將隔壁的宅基地一起買了下來。據了解，當時蓋房子和房子一共花費了30多萬，這筆錢別說是在1996年了，就算是放在現在，那也是比較大的一筆錢了。然而隨着時間流逝，張興國和老伴、兒子兒媳、女兒女婿，兒媳的父母8人同住一個屋檐下，矛盾越來越激烈。突如其來的拆遷讓他們喜出望外，但是一番計算下來發現，不僅這個價格不划算，而且相比於自己1996年出的30萬，這點錢算什麼？而且因為拆遷補償並不是按實際居住面積計算，而是按照宅基地面積計算，這意味着他曾經為了擴建花的錢，在拆遷面前也只是打水漂。他憤怒了，
试图与拆迁部门和开发商交涉，却被冷冰冰地告知政策已定，无法改变。愤怒之下，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补偿6栋房产和1亿的拆迁款。不过，政府和开发商并没有屈服，而是选择绕开他的房子，将道路修建在他的周围，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噪音和危险。于是2007年开始，这栋小楼横在户亭北路，成了孤独的旁观者。车水马龙，喧嚣不断。张兴国的坚持引来了各方的目光，也引来了生活的烦恼。小楼中的家庭变得拥挤不堪，争吵不断，这样的生活与他当初的美好愿景相去甚远。他的家人生活在噪音中，时刻担心着车祸的到来。一次次的冲突，一次次的激烈对抗，他终于意识到，或许自己的坚持并没有真正带来幸福。2016年，新的拆迁办主任上任，以迂回的方式与张兴国接触。在与主任的交流中，他终于妥协了，同意了拆迁的提议。这一次的决定不再是坚持，而是一次成熟的权衡。小楼在2017年被拆除，为新的道路腾出空间，而他的家人们终于可以住进宽敞明亮的新家，迎来新的生活。在深圳，乘坐地铁到唐朗站 C 出口下车，步行片刻即可看到正式祠堂。周围没有停车场，不需要门票，环境好，干净整洁，不像其他祠堂那么凌乱。正式祠堂始建于明代，现存建筑主体结构为清代风格。它是一幢砖木结构的粤式建筑，走进祠堂，3开3进的布局可见郑家的庞大规模。典型的广府式建筑，颇具特色。我们刚走进正式祠堂，便可以看到门上栩栩如生的脊兽，足以显示当地人对于祠堂的重视。而在宗祠两侧的墙柱上，还有一对砖雕。如前所述，郑氏宗祠位于深圳最富裕的南山区。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南山区房价有多高。在这个高楼林立、大型企业云集的地方，房价已经超过 10.1万平方米。这么高的房价，这么严格的用地，为什么深圳不把这个祠堂拆迁到别处重建呢？答案是不敢。正是深圳历史上最著名的姓氏之一，900多年前传入深圳南头，也就是现在的南山区，是深圳发展最早的姓氏之一。如今，海内外的深圳、香港、东莞、中山的后裔被尊称为仁祖、伊祖纳、立尊、智祖纳、辛祖纳。翻开深圳古代地方志，有很多关于郑氏家族人物、历史名胜和传奇故事的记载，如北宋书生郑白凤开辟南头，抗葡英雄郑志瑞，前宝安县农会的郑家地方大祠堂等。这些都是郑家祖上名声显赫的表现。而这样的祠堂自然有着平常家族不能比拟的历史意义。相比于中国其他地方，祠堂对于广东人而言有着更为深刻和独特的精神意义。别的东西可以拆，但祠堂没那么容易拆。拆了祠堂就没了祭拜祖先的地方，更何况拆了祠堂，那可是大不孝。所以即使是深圳政府想拆，也会有正式的达官贵人身在暗处予以阻拦。甚至当地的居民也十分霸气的喊话，谁敢动，直接收购你们。如今祠堂是正式的公有财产，所得收益用于社会公共用途。每年元宵节期间，社区都会在祠堂举行宗亲大会，海内外众多宗族回乡，他们会聚集在祠堂，焚香点烛，祭拜祖先。而祠堂也就这样保留了下来。最后，让我们看看这个高级陆景房。这是位于广州的一户楼，现在早已人去楼空，一楼是一些快递站的网点，除此之外再也看不见其他人。楼外一副破败的景象，楼里面也没有任何居住的环境。这样奇葩的钉子户到底为什么没被拆迁呢？据说是因为有2户人家要价1个亿，狮子大开口才能拆迁。双方陷入了漫长的拉锯战，就这样来回谈判了5年之久，依然没有定下来具体的赔偿细节。再三思索下，政府决定放弃。但是立交桥还是要建的，那怎么建呢？设计师最后修改工程图纸，专门绕开这栋楼，将这栋楼圈在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座立交桥桥墩
有一部分甚至在水里，最后得名洪德利交桥。现在这栋楼已经无人居住，这2户人家租也租不出去，卖也卖不了房，可谓追悔莫及。8座建筑都讲完了，有没有让你心生感慨呢？在拆迁这样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人们究竟会如何博弈？拆迁谈判就像是一场光鲜亮丽的赌桌，看上去这些拆迁户与作为看客的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但是当开发商补偿出巨额的金额的时候，房地产的价格也会慢慢增高。这些升高的价值经过开发商，再到商家，传导到我们消费者。这就是为什么房子在这20年来越来越贵，衣食住行也越来越贵。究竟是谁在为那些漫天要价的拆迁户们买单呢？不是开发商，而是我们普罗大众。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到此为止了。你对拆迁这件事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还请按赞、订阅和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